破相而入道，无我而见佛。梵音堂精心策划了《金刚经》智慧系列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听佛语，现本性。欢迎收看第11期。当我们翻开一部佛经，总会看见这4个字：如是我闻。他们就静静地躺在经文的最前方，被无数人念过，却也被无数人忽略。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《金刚经》从这里开始？难道它只是个形式上的开场白吗？还是说它其实藏着我们从未真正理解过的修行起点？我们总以为修行是从念经打坐诵咒开始的，却莫发现真正的修行从我们如何听见佛法的那一刻就已经展开。如是我闻不是单纯的记录语，它代表的是一种深深的信受与实践，一种我愿意听、愿意信、愿意修的承诺。这4个字并不是阿难尊者随口一说，而是千百年来佛弟子们将佛陀的真实教法流传下去的信物与印记。当我们念出如是我闻的那一瞬，其实就是在告诉自己，我要如实的听，放下我先于偏见，用清净心去接受佛的话语，让这些智慧的种子真正落入我的心田。今天让我们重新认识这句看似简单的开场语，从如是我闻的真正含义开始，踏出修行的第一步，不只是诵经，更是觉醒，不只是听见，更是照见内心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？修行从这一刻开始。如是我闻这4个字看起来平淡无奇，却在佛法传承中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。它不只是每部经典的开场白，更是一种对佛法真实性的证明，一个弟子对佛陀教法的信心表白，也是整部经的修行起点。这句话的由来最早可追溯至佛陀入灭后第一次结集的情景。当时由阿难尊者在500位阿罗汉面前开口说出自己亲自听闻佛陀所说的法，以如是我闻作为开头。这是一种承担，一种负责任的说法。这是我亲耳听闻佛陀所说，真实无妄，我愿意为此作证。如是2字代表着如理如法如实，它说明了这不是妄语，不是猜测，不是主观臆测，而是依正法顺实相的真实陈述。佛法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真实，如实知，如实现，如实修。如是就是强调这份不增不减、不屈不直的真理状态，而我闻2字表达了传法者的身份与立场。这里的我并非指世俗自我，而是象征听法的友情，愿意承担听法、传法、行法的责任。它不仅是一种自我见证，更是一种诚信的起点，是佛弟子诵经之前的内在立愿。我听见了，我将如法传述，我将依此修行。这句话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佛法的流传不依靠纸张与笔墨，而依靠正信的传承。经典中常说，佛法不离文字，亦不着文字。表面上佛经是文字，其实它们只是载体。真正的佛法在于有人如实的听见它，体证它，并传下去。而如是我闻正是一个清楚的讯号，表示这部经不是凭空捏造，也不是后人杜撰，而是有依可循、真实可信的正法之言。从修行的角度来看，如是我闻是一种极高的修养与态度。当我们说出这句话，我们是在学习阿难尊者的精神，不仅要听，更要听懂；不仅要懂，更要实践；不仅要实践，更要如法弘传。在《楞严经》中，佛陀曾多次指出，知见立志，是无明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若带着我执去听佛法，那听再多也只是文字上的知识，不会带来真正的解脱。而如是我闻的意涵是一种谦卑与空性，放下成见，如实听闻，不止于语言文字，而要深入法义内心。经典中也提到，闻思修3会，是佛弟子修行的3个基本阶段。所谓闻，就是如实听闻正法思，是依离思维不偏不倚的理解修，是落实于生活与行为。
如果闻这个起点出了问题，后面就无法建立。如是我闻就如同修行的第一脚步，提醒我们听经不是在搜集知识，而是在打开心门接纳真理。若我们带着分别心去听，那只是分别；若我们带着清净心去听，那就是闻慧的升起。此外，如是我闻也蕴含着一种传承的精神。在大般涅盘经中，佛陀明言：我灭度后，以戒为师，以法为依。当佛陀不再以肉身形象注视，经典就成为我们与佛陀之间的桥梁，而这座桥靠的是一代代弟子的如实听闻与传述，才能稳固延续。没有如是我闻，就无从确保佛法的纯正与真实。所以这4个字不仅仅是一段文字，而是佛法正统的起点，修行的起点，也是信心的起点。我们每次诵经都不应该忽略它，更不应该草草念过，而是要停下来，深深地问自己：我真的准备好以如实的心来听闻佛法了吗？唯有从如实我闻出发，我们才真正走在佛法的道路上。当我们读到如实我闻这句话时，往往只当成一个经文开场的公式，读过就忘了。但其实这4个字中蕴含着佛法修行的3个根本起点：信心的建立、正念的听闻，以及我执的关照。它不只是经典的开头，更是我们内心修行的开始。若我们真正读懂了如是我闻，我们的修行就不再是形式，而是从心开始改变。第一个修行的起点是信心的建立，这里的如是2字不是随口一说，而是表达出佛法的真实不虚与如理如法。佛法不是神秘的教条，也不是个人的经验分享，而是如实的真理，是历经证悟者所体会的宇宙法则。当我们说如是，就是在说我相信这是真实的。信心是佛法的第一关卡。大智度论中说，佛法大海，信未能入，智未能渡。如果我们连信心都没有，就像门外的旅人，永远无法踏入佛法的大门。修行不是从你做了几次禅念了多少遍咒开始，而是从你对佛法起了这是真实，这是我愿意学的那一念信心开始。有了这念心，我们才愿意放下自以为是，才会真正用心去听、去思、去修。第2个修行起点是正念的听闻，这是我闻2字的真正意义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听很多话，读很多书，但未必是用心去闻。佛法中的闻，不是用耳朵，而是用心，是一种关照觉知的听，是带着正念、带着觉察去接受佛陀的智慧。楞严经中，佛陀曾言：知见立志，即无明本。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理解佛法，去套进自己的价值观，这就是妄解。而真正得我闻，是一种放下己见、打开心门的态度，是如实的接受，不添加、不扭曲，是对佛陀教法的尊重与谦卑。在这样的文中，我们的智慧才能慢慢升起，我们的内心才会真正转变。很多人诵经多年，心性仍不改，并不是经没有力量，而是我们从来没真正的听过。第3个修行起点是我执的关照与转化。在我闻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字，就是我。这个我其实是我们修行中最难突破的障碍。金刚经中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我们最大的烦恼来源不是外境的苦，而是对我的执着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情绪，我的立场，我的伤害。当我们说我闻时，不是强调我有多厉害，而是在学习一种我的暂时性，是要学会我也不过是五蕴和合，是空性的存在。真正的我闻，其实是将这个我放在听法的位置上，让我去接纳佛法，关照自己，并逐渐超越这个我。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这个虚妄的自我，才能证得无我的自在解脱。因此
一句简单的如是我闻，其实是修行的3个核心动作的启动：建立对真理的信心，用正念去听法，以及从我的关照中逐步松开执着。如果我们能每天带着这3种态度去面对佛法，那么即便我们只诵一部短经，也会有无尽的智慧与改变。这就是佛法真正的力量，不是神奇的仪式，也不是玄妙的文字，而是让我们看见自己转化自己、超越自己的过程。而这一切都从如是我闻这4个字开始。所以下次当你在诵经，请别急着往下读，请静静地停在如是我闻这一刻，让这4个字成为你修行真正的起点。在修行的路上，最可惜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把原本充满智慧与力量的文法，变成了一种形式、一种习惯，甚至是一种表演。我们每天听经诵经，参加法会，看似精进，其实内心并没有真正改变。这正是佛教所说的持戒而无智慧，名为痴行。如果我们只是形式上在修，而没有让佛法进入心中，那么再多的诵持也只是一层外壳，对烦恼无济于事。尤其是对文法这件事，我们常常误会它只是听一听而已，却忘了真正的闻是要用心去感受，用智慧去分辨，用身心去实践的。大般涅盘经中说，若人千生受佛经典而不解其意，是明细论。我们一边诵着经文，一边还在心猿意马，不是想着午餐吃什么，就是想着明天要去哪里。表面上是在闻法，但心完全没在法上，这样的闻是没有力量的。佛陀在增益阿含经中也说过，若但诵经不解意趣，如牛戍人才，终无所益。意思是，一个人若只是念诵经文，却不理解其中的义理，就像一头牛被人赶去戍别人的财产一样，不是自己的，戍再多也没用。这句话讲的虽然重，却点醒了我们，闻法不能只停在听到了的层次，而是要转为内在的领悟与实践。我们是怎么把闻法变成形式的呢？首先是对经文内容的轻忽。很多人诵经只是为了积福报，为了求保佑，认为念得越多功德越大，却不管自己有没有懂内容实践教义。比如说，一边念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一边却只助贪求，斤斤计较念地藏经说孝顺父母，利益众生，自己却对父母不耐烦，对他人漠不关心。这不是修行，而是形式化的迷信。法华经提到，若人闻此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世人甚为稀有。意思是，听闻佛法若没有震撼感动，没有让我们反思自己，那我们可能根本没真的听懂。其次，我们太习惯依赖外在的仪式，而忽略了内在的转化。有些人参加法会只是为了凑热闹，觉得有福报，但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入心。听法变成一种例行公事，诵经变成一种社交活动，这些外在行为原本是助缘，却因为我们的心不在法上，反而成为阻碍。楞严经有一段佛陀对阿难的教诲，若不从自心中取证，随他所说，世人亦不可得度。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只是听外在的说法，没有从自心中升起觉照和证悟，那么我们听再多也无法真正的多。这句话直指核心，佛法从来不是让我们变成知识的搬运工，而是让我们从内在彻底觉醒。最后，我们的我见太重，很多时候我们听法是在找自己喜欢听的，是在证明自己原本的想法没错，而不是愿意被佛法挑战照见转化。金刚经中说，若人以色现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我们若只是带着成见去听法，那就算见到佛，也看不见佛的真实相。
真正的闻法是放下我执，打开心门，如实接受佛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并勇敢地照见自己的贪嗔痴。所以当我们问自己我有在修行吗，不妨先问我有真正在听法吗？若我们把闻法当成形式，当成任务，只是为了求保佑求福报，那佛法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工具，甚至变成一种业障。但如果我们能回到初心，把每一次听闻佛法当作与真理对话、与自己对话的机会，那么如是我闻这4个字就会成为我们破迷起悟的关键转捩点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让闻法沦为形式，而是让它成为每一次内心转化的契机，真正走进佛法的智慧世界。很多人以为如是我闻只是每部佛经的开场白，就像一段文章的标题，念过就好，记得也行，不记得也无妨。但当我们真正走进佛法，就会发现这4个字其实不是一段经文的开始，而是修行的入门，是我们整个修行旅程的出发点。它不仅是文字的引子，更是一种内心的态度，一种转向真理的承诺。一个修行者面对佛陀智慧时所展现出来的谦卑与决心。如果我们读懂了如是我闻，我们就能明白，佛法的学习不是从文字开始，而是从内心的转变开始。首先，如是代表的是一种不偏不倚如实观察的心境，这是一种对现实的接受，而非对幻想的依赖。我们常常在修行中犯一个错，就是带着自己喜欢的想法去解读佛法，把佛经当成一面镜子，希望它反映出我们想要看到的模样。但如是却提醒我们，佛法不是要讨好我们的欲望，而是要照见事物的本质。中论说，观法如法，非如自见，意指真正的修行是观照法的本来面目，而不是用我们的主观见解去扭曲它。如是就是要我们带着空性与中道的智慧，去看清楚每一件事的因缘和合，既不执着也不否定，这就是佛陀所教导的正见。再来，我闻则是整个修行的起步动作，它不是单纯的我听见了，而是我愿意听，并愿意相信接受实践的过程。这其中包含了信解行证4个步骤，是佛法修学的完整脉络。首先是信，我们要对佛法升起正信，这种信不是迷信，而是基于佛陀智慧与慈悲的体会。华严经说，信未到圆功德母，常养一切诸善根。意思是，信心是通往真理的大门，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动力。接着是解，我们在信的基础上开始学习经文义理，用文思的智慧去理解佛法的深意。而行，就是把所理解的法门真正实践在生活中，从改变言语行为到转化内心烦恼。而正是最终的果，是当我们破除我执气入真如，体证空性后的自在与解脱。这一切的修学历程其实都从我闻这2个字开始，它是信的表白文的启动，更是整个修行的觉醒点。此外，如是我闻也是一种对佛法的承担，我们不是旁观者，不是读者，而是修行者，是佛法的实践者与传承者。当我们念出如是我闻，就像是对佛陀立下誓言，我将以真诚的心去听去学去修去传。这不只是一句话，而是一种责任，一种修行的自我定位。佛陀在涅盘经中曾说，不依止戒，不依止法，终不得入涅盘。我们若不以法为依，不以正见为导，就算听了千万部经，也只是空转轮回。但若能从如是我闻这一念真诚出发，则每一句佛陀的话都能成为照亮内心的明灯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是我闻还是一种回归当下关照本心的修行方式。在这4个字中，我们学会放下过去的烦恼与未来的担忧，让自己停留在当下，听佛所说，看清现前。修行不在别处，就在当下这一刻的清明。
如是我闻就像是一道门，打开了我们从无明走向觉醒的通道。它提醒我们，每一场听法，每一次诵经，都不应该是敷衍或习惯，而是一场内在深度的接触，一次次与佛陀智慧的对话。这样的闻才是真正的闻法，这样的开始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所以我们不应再把如是我闻当作一句普通的文字，而要把它当成修行的起点，把它当成对佛法的敬重与自我觉醒的召唤。每当我们念起这4个字，不妨放慢语速，让心静下来，问一问自己，这次我准备好了吗？我是真正在听，还是只是在念？当我们能从这样的提问中升起正念，佛法的力量便会从文字中走进我们的生命，而我们的修行也将从这一刻真正开始。如是我闻不只是佛经的开场语，而是一位修行者心灵苏醒的时刻，是我们与佛陀智慧接轨的第一步。当我们用心念出这4个字，不仅是在重现佛法的传承，更是在提醒自己，我愿意放下成见，我愿意如实听闻，我愿意依教奉行。这不只是一次听法，更是一场与自己深层对话的开始。修行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事，它不是出家人的专利，也不是寺院里才有的功课，而是每一个愿意真诚面对自己，愿意放下执着的人，随时可以启程的路。从如是我闻开始，我们学会用心听，用智慧思，用行动修，让佛法不只是文字，而是照亮内心的光明。当我们愿意真正听见，整部经典都将为我们开示。当我们愿意如是地活在当下，烦恼也会一点点放下。愿我们从今以后，每一次诵经，每一场听法，都不是形式，而是清净心的锻炼，是通往自在的桥梁。佛法如灯，而愿我们每一位从这一刻起，成为那点燃自己也温暖他人的光。修行不是等未来，而是从现在这一念开始。你听懂了吗？我们一起走吧。本集我们从如是我闻出发，走进了佛法修行的起点，用信心听法，用智慧闻法，用谦卑关照内心。这4个字不只是诵经的开头，更是我们人生觉醒的一道门。那么当我们打开这道门之后，下一步要学会什么？佛陀在经中说，菩萨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行不施时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这句话揭示了修行人要超越的核心，不执着于五欲六尘。我们要如何在繁华的世间中，不被色相迷惑，不被声音扰乱，不为香味所动，不因触觉沉迷，不被法境束缚。下一期我们将深入探讨佛陀如何教导我们不住色声香味触法，又如何在五欲诱惑中修出一颗真正自由的心。这不只是理论，而是每个修行人每天都会面对的现实挑战。你准备好进一步破迷，学会真正的放下与超越了吗？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听见佛陀对五欲的深刻教诲。修行仍从这一刻开始。